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您现在观看的是在我家小后院拍摄的有关种植视频的第19集。本集视频将与大家分享番茄搭架和绑蔓的方法。我种的是罗马番茄，最高长到约1米。我用人字形架和横杆架的方法，把这2种方法结合起来，再简化了它们。这个方法操作简单，节省材料，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当番茄苗长到30厘米左右时，就可以搭架了。我用120厘米左右长的竹竿，在每株番茄苗旁边垂直插入1根竹子，深入土中。搭架的材料可以用竹竿、塑料杆、木头或树枝等。架子的高低和形式根据番茄的品种而定。竹竿插好后，用锤子敲打一下，让竹竿能更深地插入土中。在每株苗的后面约30厘米处，再插入1根比较结实的木棍儿，用来日后帮助番茄主干的攀蔓。然后在插好的竹竿的上方绑1横杆，再把每根垂直的竹竿分别与横杆紧紧地绑在一起。番茄之所以需要搭架和绑蔓，是因为番茄植株的茎木质化的程度不高。当番茄开始开花结果时，其自身重量会增加，番茄的茎无法继续支撑。搭架绑蔓可以增加它的支撑作用。架子搭好后就可以绑蔓了。首先要绑蔓番茄主干，刚才插入土中的木桩就起作用了。先用绳子在木桩上打个结，然后用绳子的任何一端绕过主干，把绳子的2端在主干处汇合，打上结，再用其中一端绳子绕上主干后顺势向上，最后把绳子接在横梁上。绑的时候绳子不要收得太紧，以免伤及到藤蔓。绑蔓的绳子留长一些，便于日后番茄苗逐渐长高后，有足够的绳子可以缠绕枝干，帮助枝干往上牵引。侧枝绑蔓可以借助秧苗2边的竹竿，绑蔓过程大家可以观看视频。绑蔓时请注意，不要把绳子压住果实蔓，以免影响到日后番茄的生长。过了几周，秧苗逐渐长大，这时候就需要加固原来的横杆架了。我把原来的横杆架进一步升级到简化的人字形架，就是只在横架的2端各做一个人字形架，省去中间部分。
在澳洲，买一根竹竿的价格有时会贵过1公斤的番茄，所以能达到效果就行。人字形架的制作方法是，用2根竹竿在横竿与垂直竹竿的终端交接处，分别形成30度角，斜插入土中，然后用绳子同时紧紧绑住这4根竹竿的汇合处。再演示一下整颗番茄的绑蔓过程。牵引主竿的绳子可以借助后面的木桩，绕过主竿后，顺势逐渐缠上主竿，最后把绳头接在横竿上。牵引侧枝的绳子可以借助边上的竹竿，绕过主竿，顺势逐渐缠上侧枝，最后把绳头接在横竿上。倾斜的番茄秧苗也可以借助边上的竹竿，把主竿拉直。在完成绑蔓后，最好在绳子和茎蔓当中填上布条，用来避免由于绳子对茎蔓的摩擦而造成的损伤。如果需要绑蔓的侧枝无法借助到任何位置的竹竿，则需要在此位置上用3毫米粗的铁丝弯成一个长度约20厘米的 U 型，斜着钉到土中，以用于增加摩擦力。然后把绳子的一端接在铁丝上，绳子可以借助 U 型的铁丝逐渐顺势缠上侧枝，最后把绳头接在横竿上。这种3毫米的铁丝在五金商店都能买到。如果侧枝正好在竹竿边，则可以利用布条直接把侧枝绑在竹竿上。在绑蔓过程中，顺便剪去多余的侧枝。番茄架子搭好了，我漫步在铺着草皮的田埂上，菜园里无不散发着泥土的芬香，听着鸟儿叽叽喳喳的唱歌，看着左边藏在黄瓜藤里绿油油的黄瓜，右边的豆角带着白色的花串儿。在我的小菜园里，虽然没有五彩的花卉，只有郁郁葱葱的植物，但在我眼中却是一道绚丽的风景线。下期将与您分享
辣椒的减脂方法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